大家好呀，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 ChatGPT。现在这个 4O 的模型啊，是可以支持这个联网搜索的功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我们在 APP 还有网页上，对吧？在这个输入框下面就会有一个这个 Search 的这个框，对吧？只要把这个按钮给点亮，我们会进行网络搜索。我们来先测试一下比较简单的问题啊。中国北京天气怎么样啊？它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会去显示搜索网站，对吧？今天早上天气这个格式还有特殊化输出，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输出的格式啊，会依据这个不同的应用啊，会有不同的结果。它这个 source 也能显示，对吧？来自于不同的网站。好，纽约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不同地方的天气，它显示格式是不是一致的？好，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回答一些比较基本的事实问题了。总结一下，今天苹果的股票，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看他会怎么说。这多少钱？跌了多少？跌幅来自于哪里？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会显示从来自哪里来，但它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用什么语言搜索，它就会从哪里去找，但是它好像它引用源还比较多，你用中文去搜索，它会尽量来自于中文的这个搜索。我们来看一下问一下英语。嗯，我们来问一下特斯拉今天怎么样？明显感觉到这个基本上格式一致，但内容稍微会多一点。然后包括一些负面情况都会在这里展示来自这些 source。这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些 source，你还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搜索不同的语言，它的 source 来源基本上跟你搜索的语言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东西也可以重新验证一下啊。今天的新闻，对吧？这个好像也发现，就是就是这个我可以再确认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个是，丹麦有哪些新闻，对吧？来自于哪里？这里好像来自于丹麦比较多的丹麦的 source。你看这基本上来自于中文媒体，BBC 中文跟这个半岛电视台，对吧？而且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让他去看丹麦 DR 的新闻，对吧？他就是我刚刚发现了，它这个是之前会有一些非常老的一些新闻在这里会发现，这可能好像是比较新的吧？我看一眼，哇，这 source 直接就不显示了，所以说这可能是存在它这个网络上的，它之前存在数据库里的一些信息。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呢？对吧？除了股票，今天最好笑的笑话。popular。我们来看一下，我让去找 GitHub 上去看一下最近有哪些比较厉害的项目啊。Audio Llama，首先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输出啊还是比较有限的它这个也是 GitHub Today，我觉得它是能帮我们去处理一些特定的事情甚至我让它去网页上去帮我处理一些特定的事情，我也来试一下。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让他直接去网站上去看这个网站，我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它并不支持这些比较简单的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测试啊，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这个测试啊，就是这个目前这个新的功能的话，它是支持就是说做一些比较简单应用的问题回答。它还有一些就是说，对一些针对包括像天气啊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优化，对吧？但是像在股票这东西好像没有做专门的定制。像其他的话，就是它会根据你搜索的语言去搜索当下比较属于那个语言的媒体上的信息，对吧？然后给你做一个比较简单、比较简短的总结。我现在看它这个长度是比较短的，估计它现在在这上面的 performance 的花销控制的是比较小的。对吧？然后如果大家去输入一个像这个，我尝试让他去进一个网站去做一些翻译或者做一些总结的话，明显感觉到他也没有说进行就完整的翻译或者是进行完整的这个能力去处理，他应该是 ChatGPT 对他做了一个比较多的限制。所以总的来看，目前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功能，但总的来说目前实用性还是比较有限，对吧？大家有这个东西，估计去谷歌上去搜一下，效果是不是还是会更好一点？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